手机、平板、掌机、电视、AR 眼镜、VR 眼镜、Vision Pro， 我体验过很多不同形态的屏幕，没想到还有高手——闺蜜机。名字就很抽象了，看起来就是一个显示器加可移动支架。我发给闺蜜看，她跟我说这么贵，这不是闺蜜，是迪咪。于是我在海鲜市场把闺蜜带了回来。这个东西不就是照搬 LG Stand By Me 吗？虽然没有国行，但只看官网的描述，说白了就是一个带轮子的便携显示器。神奇的是，到了国内就成了闺蜜机，而且全是没有听过的品牌，奇奇怪怪的名字，价格还不便宜。左选右选，考虑到它要在我家007，还是选一个有大厂背景的吧。白色边框、白色支架、白色底座，底部附有轮子，随时移动，避免吃灰。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。背面也用了布艺，不管放在哪里，正面背面都还挺和谐的。11英寸的平板感觉刚刚好，100英寸的电视很震撼，但27英寸的触摸屏还挺少见的。划掉电源线也有3到5个小时的续航，就算是带出门也完全没有问题。不过闺蜜机毫不意外地运行安卓系统，屏幕素质和处理器性能都刚好卡在了能运行的边缘。我的意思是，好卡。区分型号靠的是屏幕，可以选配 LG 原装屏，谁说不是某种 LG Stand By Me 的国行转生呢？先抛开这一个具体型号的闺蜜机，这个产品形态本身还是很有想法的。但一个劣质屏幕，一个低配安卓盒子，一个不错的支架，合起来能卖这么贵，难道真有点东西？翻了20页商品评论，看剧、上网课、看菜谱，我很少会用男女老少来形容一个产品。不过总结起来，它的功能就是看。一种是当显示器看，背面有 HDMI 接口，接 PS5、接 Xbox， 甚至是接 Mac， 一切支持 HDMI 的设备都能在这里得到降级的体验。除了 Switch， 27英寸大果粒屏和 Switch 是双向奔赴。而且我冬天很喜欢拿着 Joy-Con 放在兜里面玩。现在把闺蜜机拉到沙发边，调好角度，盖上毯子。好啦，我不会出去了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我小小的改装了一下，在这个底座上面呢放上一个架子，再把3大游戏主机给放上去，再放点小零食，这就是次世代的游戏平台，不如就叫它 PlayStation 好了。作为一个大 I 人，平常很少会在公共场合用语音助手，但是闺蜜放家里、工作室这些熟悉的地方，让我可以大胆开麦。小布，我在呢。不过更主要的，语音居然是这台闺蜜机最流畅的一种交互方式。因为本来就不指望着生产力，所以爱奇艺已经内置好等你了。好消息是，直接用移动端的会员，不用加钱上电视端，而且有附赠 VIP 季卡。疑惑的小伙伴就疑惑了，我不是在海鲜市场淘的吗？怎么送这送那的 ？No， 官方的价格是这样的，海鲜市场只要这么多，但发货仓库是一样的，客服是在线的，赠品是一样不少的，甚至发票都是能开的。简单来说，只要你愿意多开一个 app 对比一下，就能立省。用到现在，我越来越觉得它像一台平板，它的屏幕更大，带轮子，可调角度，不会砸脸，好像又优于平板。安卓系统本身没有什么限制，看 B 站、刷抖音，甚至是聊天办公都可以。当我把屏幕竖过来看书、看漫画，还挺震撼的。当李泽言1比2大小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，我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性真的有那么一喵喵怀疑，没有比闺蜜机更适合放他们的小盒子了。我还装了一些常玩的游戏，最高也都是低画质，全部都是电竞帧数，实现了在闺蜜机上看 PPT 的成就。不知道现在的小伙伴家里面还有固定电话吗？当我在闺蜜机里面看到电话2个字的时候，死去的记忆向我袭来。关键是在开通套餐之后真的能打，而且这个电话号码是能回拨回去的，突然有一种把电话亭搬回家里面的感觉。当我还在想闺蜜机到底能缝多少东西的时候，点开了手机上面的 app， 这简直是究极缝合怪。家庭成员权限管理里面，这个呼叫免接听完全就是霸道总裁级别。app 上面发起视频通话，我不管你要不要接，我直接要你接通。难怪摄像头旁边有一个物理挡板。不过这闺蜜机上有且仅有一个前置摄像头，低清加大屏加美颜3重叠加，基本也只有亲闺蜜才能认出来了。
闺蜜机除了考验闺蜜感情，这个摄像头还能看家，防陌生人、看儿童、看宠物，把监控的活全干了。而且摄像头明晃晃的出现在眼前，大家也很难注意到它在实时监控，完美隐身。这颗摄像头的担子真的很重，因为它还能健身。现在有一些能够提供健身监测的智能镜子，但就跟跑步机最终都会沦为晾衣架一样，终究会吃灰。闺蜜机上面有健身课程，还有一些运用上摄像头的健身游戏，我建议改名叫八公机。我不管你要不要，我全给你。如果把闺蜜机放在家里，那么人类对它的开发不足1%。其实刚看到这个形态的产品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后来才想起来，这不是咖啡店的电子广告牌吗？它在静置的时候会进入画框模式，连竖屏都有优化，还能吹赛博风扇和赛博篝火。我可以把手机上面的照片传过去。正好我们有在招人嘛，就把招聘海报放上去试了试，还挺合适。但唯一的槽点是放在工作室里，而工作室的小伙伴都已经在这儿上班了。好玩的来了，某一天我们的小伙伴说，怎么放别的广告了？我说我没有设置呀，点开一看，好家伙，画框里面多出了一栏的广告，所以我花了大几千块钱买了块真广告牌放工作室里了。和闺蜜机高强度共处1个月后，我发现人类对集成多功能的东西完全没有抵抗力。只要这个东西满足2个以上的需求就好，值买。但多合一的东西注定小众。说实话，在用闺蜜机之前，我对它有很多的偏见，现在逐渐理解了它存在的意义，反倒开始挑起毛病了。它是一个不累手的懒人支架，是一台有点卡的平板，色彩跑偏的电视，随时拨通的电话和监控。如果单说这一款闺蜜机，依然是高价低配的产品，但如果说整个品类，好像还能再抢救一下。其实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硬件在拖后腿，而造成这样的原因是这个市场不够大，大家对它不太了解，很多我们熟悉的品牌也还没有下场，市场不够卷。你想想，要是小米能做一个屏幕更好、性能更高的版本，接入米价，搞不好我是真的会心动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夏威夷哦，夏威夷哦，夏威夷，有了你，生活美好没烦恼。